讲经文呢，我们就可以参考着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这个讲义这个讲义是将心经做了一个简明的图表这心经结构，我们会看着这个表，再来说明它的意义。首先，在第一页里面呢，有这个第一段序论、序分、人法总通分。好，我们在右手边这里有第二段本论正中分。我们如果翻到这个第3页最后面那一页，的中间对，第3段的部分有结论、流通分。每一部经典呢都有这3部分。哪3部分呢？第一个序分，第二个正中分，第3个流通分。序分就是一个开头，是在讲说这部经的因缘。我们这师兄他所问的这部经他是在什么时候讲的？他是在哪里讲的？是谁讲的？讲给谁听的？那个因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讲这一部经的因缘？就好像我们在大崇山来共同研讨心经，就有一个序分。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心经研讨会呢？那是有它的因缘一切诸法因缘生，就是序分。正中分这是本文，序分只是在介绍这一部经的来源，正中分就已经在介绍这一部经最主要的内容最主要的内容。重点是在正中分，正中这是本文。最后面的那一分叫做流通。经典不是好玩的，经典呢是要广为流通，所以每一部经的最后面都是流通分。也就是说，这个听众听完了这部经以后，欢喜接受，信受奉行，很高兴，赞叹这部经的功德利益，要广为宣传出去，让其他的众生也能够得到这部经典的好处我们知道序分、正中分，再来流通分。我们现在先从序分开始。在序分的时候，就已经点出了这一部经最重要的内容。我们序分就包括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前面省掉了一时，佛在灵鹫峰上与这个诸大菩萨、天人、阿修罗、无数无量的众生，在灵鹫山那里，佛呢就进入甚深三昧出定以后，用他的心念告诉这个观自在菩萨说：今天呢老师不上课，就由您来代为上课那这个观自在菩萨，他紧接着就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他就进入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因此得到一个果位果报，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看第一行这个序论是人法总通分人法总通。这在序分里面讲到了人，这部经是谁讲的？法，他在讲些什么法呢？他统统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表的解释观自在菩萨底下他有说主还有行者。他一方面是在说这部经的说经的主人，说经主，一方面呢他又是行者，然后他不只是嘴巴会讲，他还身体力行，自己都做到了。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夫，这个才是实践，这个才是信解行证，从头到后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人格
它是就人来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是修行。他今天修的法门是什么呢？他修的法门呢是般若的法门。法门有84000，种种的法门都可以令人成就，而般若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法门。我们经常说，般若为诸佛之母啊，般若啊，就是这个智慧，般若啊，为这个诸佛之母，好像文殊菩萨他代表这个般若啊，文殊菩萨他是诸佛之母，一切的佛都是从般若这边而出的。在佛典里面，佛经里面啊，代表智慧的呢，有两个人。如果是就小乘佛教来讲，代表智慧的就是舍利弗，大家知道了啊，这是智慧第一。佛的10大弟子里面呢，他智慧第一。另外还有一个《金刚经》里面，须菩提啊，《金刚经》里面有一个须菩提，须菩提啊是解空第一啊，这个舍利弗啊，他是智慧第一。就声闻弟子来讲啊，他是智慧第一；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对空啊了解最好啊。这是小乘教法，小乘教法就是声闻弟子啦，就是说佛的人间弟子。如果在大乘里面呢，代表智慧的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代表智慧啊，文殊师利菩萨。那文殊师利菩萨，他在旷远劫前就已经以般若来证得佛的果位，般若为诸佛之母啊。他所行的法啊，这观自在菩萨，他修什么法门呢？他修般若波罗蜜多，他已经把它修到深般若去了，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因，就是修行的因，修行的因圆满了，必然会有一个果出现。这果啊有2种果，一个是照见五蕴皆空，第二个是度一切苦厄。照见五蕴皆空是自己所得到的利益，用智慧去照见，他就可以度一切苦厄，因为他是大菩萨。大慈大悲，要度一切众生，所以他紧接着利他就开始度一切苦厄，这个是他的功德，这是果位。讲的修行方法，讲的自利利他功德的因果，这个是教法。心经的教法，谈的就是般若的法门，谈的就是自己可以得到利益，也可以利他。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就是人法总通分啊，这是序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解释咯。为什么在心经一开始啊，要以观自在菩萨为这个说法主，为他讲经说法的人呢？为什么不以其他的人呢？啊，我们就先看观自在菩萨它的意义是什么？菩萨大家已经知道，他是菩提萨埵啊，菩提萨埵也是梵文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啊，有情。菩萨就是觉有情，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菩提萨埵就是觉有情，觉它可以自觉，一方面呢又是觉他。啊，觉他，自觉觉他，所以就自觉这个就是自己的利益，自己是已经觉悟的有情众生，觉他是他的慈悲心，方便度众，来觉悟他人，来帮助他人开智慧，而是觉这个当动词，来觉其他的有情众生。这个就是菩提萨埵的意思。我们中国大乘佛教收有4大菩萨，
如果是藏传佛教啊，他们就认为有8大菩萨，我们汉传佛教是4大菩萨其中代表智慧的当然是文殊菩萨，代表慈悲的就是这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现在就来谈它的意思。这个观世音菩萨又名观自在菩萨，又名观自在菩萨。一切的菩萨其实都是悲智双运只是他们的发愿有所不同。观世音菩萨他是在强调智慧的部分智慧的部分对不起这个是他在强调他悲心的部分，悲心的部分。自在是强调这个智慧的部分，因为能够正的般若智慧，所以可以得到大自在因为他有大悲心，因此呢能够来观世间的声音。世间声音是苦痛多了，这世间的众生如果称呼观世音的名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他就现在其前来救度他们，这是观世音菩萨。那观自在菩萨是强调他的智慧，佛法不离悲智双运，悲智双运。观世音菩萨我们现在都简称为观音菩萨，那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皇帝唐太宗，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古时候中国人很尊重师长国王，不敢有一个名字跟师长相同，因为皇帝有一个世字，因此呢就世就把它省掉，把它简称为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它又具有2重的意思。第一重的意思是观音菩萨他是怎么样成就的，他是修什么法门的他是修什么法门。观音菩萨所修的法门就是观音法门，观音法门我们经常听到有这个观音法门但请诸位朋友注意这个有一位无上师，他说他是传观音法门，他的那种观音法门不是佛教的观音法门，佛教的观音法门不是那个意思，他是自己自创的一种方法绝非佛法绝对不是佛教观世音菩萨他是怎么样子来成就的呢？他是观音，音就是音声，音声那是观什么音？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观海潮音我们到 Horizon Hotel 那里那海边去我们去观那个海潮音。不晓得诸位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大家都去过了去过了，有没有去那边观海潮音？有你们都有观海潮音了那你们应该都是观音菩萨了你们都应该都开悟了因为你们是观世音，你们是观海潮音。当然这里观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较正确的发音应该念成第4字声观我们一般都已经练习惯了，就是练成观世音，它应该念观世音菩萨才对第4声才比较正确不过现在我们练成观世音就好了因为已经是习惯了。诸位朋友，你们去海边听海潮的声音，为什么没有开悟呢？那为什么这一尊菩萨他就可以开悟你是不是观世音菩萨？你有没有去听过海潮音？他那天没有去这个Horizon Hotel， 所以没有。你那天有没有去观海潮音？不是那天在花莲有。在花莲有观海潮音。那你在花莲有没有开悟？那个时候很平静，现在又不会。那个时候很平静，那个时候开悟了我们沈师姐的那一天呢，你观海潮音。我们看在钓蚯蚓。所以你没有观海潮音你在观蚯蚓
啊，谢谢。下一次啊，我们到海边去的时候，请记得观海潮音，你就是观音菩萨了。那为什么说我们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有去过海边，听到海潮音，而没有开悟呢？观音菩萨为什么有开悟呢？那就是区别在这个地方啊，区别在我们这个凡夫啊，就是循声流转。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人，我们是循声流转啊。循呢，就是跟着声音而流转啊，跟着声音而流转。好了，什么叫跟着声音而流转呢？比如说，有人骂你某人啊，你实在是一个坏人。为什么你是坏人啊？因为你没有送东西给我哈，你是坏蛋。你真差劲，你真不好。这么一句话，这个声音呢，声音就出去了，那你就听到了，你听到了，你就听出某某在骂我，他骂我说是坏蛋，因为我没有给他东西，这个就是开始流转，你就开始在那边气愤了，就是循着他的声音，跟着他的声音，就开始生死流转，轮回就是这个意思。你听了一个声音，心里就不自在。心里呢就开始流转，就开始想了很多的事情。我都对他很好，我每一次见到他都会送他东西，只是这一次因为这个比较急点，所以东西忘了带出来，其实是放在我家里的，并不是我没有送给他东西。结果他就这样子骂我这个人呢真是没有情义过去对他那么好你就开始流转了，这就是生死流转我们就是生死流转。诸位朋友，你们是循声流转吗？是不是循声流转？如果是循声流转，你们就不是观音菩萨了人家观音菩萨不是循声流转观音菩萨他就是这个反文字性这个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一种逆观，这个循声流转呢是一种顺，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气顺观。我们修行一定要逆观，修行一定要逆观。如果修行老是顺观，那就是生死随顺着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而起很多的生死轮回。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接触到什么，就开始打转，那个就是生死轮回。那逆观呢，就是反其道而行，跟过去的习气相对抗。过去的习气是这样子一听到声音就开始被这个声音带着走，一看到一个东西就被这个东西带着走，那就是生死流转。修行就是逆观，逆流而上。所以观音菩萨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是听到海潮音，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他就是反文字性。反文字性的意思是，我现在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开始去追究，这个声音我会听到，难道是因为那里有声音呢？我的耳根听到了吗？那里有声音我就可以听到吗？不见得。比如说我们外面车子流动的声音很大，但如果我们很专心在听讲，那些声音就根本不会听到。你现在呢，不要跟着声音跑，现在呢，你就由这个外面的尘声就是尘由这个尘回到根，回到这个事，回到这个性请大家记住这个次第：尘根事性，尘根事性尘就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心经里面经常提到六尘这六尘，这尘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性就是见的性，闻的性，嗅的性，舌头尝的性，身体触的性，还有这个思维那个意的性，思维的性，意的性。观音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呢，我们众生的根
一直在攀缘。早上说有一个缘律心，一直在攀缘以后，我们的根一直在跟这个外境扯关系，一直搭上线，一搭上线了就开始想那个尘的东西，就被尘带着走。你听到一个声音，就被这个声音所转。你听到那卡槽，哎呀，这个好浪的声音，好好听哦，啊，到最后它就好像这个交响乐一般，啊，就好像呢我在哪里听到的那个演奏曲一般。这个就是什么凡夫？你就在那个尘上面的打转，就跟着这个尘打转。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啊，这个好漂亮哦，啊，这个漂亮，啊，这个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我好喜欢哦，这个就是凡夫。但是修行的观世音菩萨他不是，他是借着那个声音，他就从尘而返回到根，他就思维说，那个声音虽然在那边发出声音来，但有的时候我听见，有的时候没有听见。这可见得那一个声音，并不是我听见的主要原因。我听见的主要原因呢，那是因为我有这个根，我这耳根。我不是聋子，我的听觉器官没有问题。好了，紧接着呢，他就又往内反闻闻自性，就开始去追究，说我的耳根，难道我的耳根没有问题就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吗？你想想看，我的耳根现在也没有问题啊，可是为什么我现在专注在听讲的时候就不会听到车子的声音呢？还有我们睡觉的时候，耳根也都是存在啊，为什么睡觉的时候我们不会听到那个声音？我们如果很入睡、深睡的时候，或是在打坐、深入禅定的时候，旁边的声音通通听不到。我们的耳根照样没有问题。可见得，并不是那个根是听到声音的主要因素。根之所以会听到声音，是因为我们有耳识。再来，他又追究。说我那个耳识那个听的那个能力，难道就是听到声音的主要原因吗？啊，难道是听到声音的主要原因吗？我这个识是哪里来的？我这个识是哪里来的？难道是一直在起作用吗？他就有听到声音的能力吗？他这么一追究说啊，不对，因为我们的耳识不是经常在升起，我们的耳识其实不是让我们听到声音的主要原因，最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耳性，那个性字闻性，有那个闻性，那个闻的那个能力，啊，那个听闻的那个性，这个性是来自于这个性啊，那个闻性啊，这个我们这个闻的性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啊，这个是比较难理解啊。为什么我们的佛性既然是绝对的空性，就可以有闻性呢？又怎么产生这个闻性呢？这句话就很难理解了。那是因为我们的佛性是毕竟的空性，毕竟的空性就是完全的清净性，完全的清净性就是我们早上所说，当自己不着相，自己毕竟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因缘，就可以缘起什么样的性质。而我们的佛性，它可以说具备万能、百种、千种、万种啊，无数种的这种能量。为什么？因为它是毕竟清净性，毕竟空性。只要有什么因缘，它就会成就什么事。为什么佛能够化身千百亿？因为它是毕竟空性，因此它可以化身的这个，化身的那个，化身的那个，毫无障碍，完全自在。那个就是佛性。闻性一追究，就说来自于我们的真心，来自于我们的佛性啊。观音菩萨所修的圆通法门，就是逆观啊，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凡夫一接到外境的东西啊，就跟着跑了。因此，我们凡夫一直在起烦恼，我们的心一直在动乱、散乱。但这个修行者，他听到这个声音，你是赞美的声音也好，
你是毁谤的声音也好，你是好听的声音，或是噪音也好，你是大的声音、小的声音，种种的声音，不管什么样的声音，它不会随着循声流转，不会随着那个声音流转，反而呢逆观，不会往外跑，而是什么？一层一层往内。因此，我们称之为反闻闻自性，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诸位啊，不妨到海边去听听海潮音啊。其实可以不必到海潮音呢，您回到家里啊，你在煮饭的时候，你就听啊那个炒饭的声音，对不对？你听吃东西的声音，你听车子的声音、电视机、收音机的声音，听我们家人讲话的声音，这个你就可以修行，你就可以观那个音，你就可以观那个音呢，反闻闻自性，反闻闻自性。你不要再循声流转，循声流转就痛苦。我们跟家人之间讲几句话，如果听不顺眼、听不顺耳、看不顺眼，就开始吵架，那个就是凡夫啊。如果是修行者啊，他不会啊，不好的脸色，这个骂我的声音，我都可以反闻闻自性。我这啊，你听到赞美的声音，你不会骄傲啊，你不会啊，这个所谓尾巴翘起来，根本没有尾巴啦啊，可是尾巴还会翘起来啊。对，反闻闻自性啊，大家知道了哈。好，请问我们如果想要当菩萨，想要成佛的话，要怎么办？是循声流转吗？还是反闻闻自性？啊，这往内，这个是内观，啊，这是内观的法门啊，这是观音菩萨。我们再来看观，啊，观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说过观要读成四声观，观呢，它有三种啊。第一个空观，第二个假观，第三个中观。这个是天台宗的解释方法。观自在菩萨，他那个观字呢，他就分成了空观、假观、中观，用这种般若智慧呢，去观一切的事物。这空观呢，他首先观外境，再下来观自己的根，再下来观自己的事，事也就是心哦。他这么一观，用分析的方法，这么一观，哦，发现外境。什么是外境？这个板子是外境，桌子是外境，杯子是外境，啊，其他的人是外境，房子是外境，身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外境。他是先去观，请记住，这个观不是用眼睛去看，除了用眼睛去看以外呢，最重要是用意根，就用那个心，用那个脑子去分析。那早上也说过，你想要观得清楚啊，一定要心要宁静，你的意根，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那个意根一定要宁静，才能观得清楚。所以，比如说我们观这盆花好了，啊，这盆花是哪位师姐插的那么样的美，我们就观它，啊，说的美啊，说的美，那是因为合乎我们的口味。因为呢，插花的技巧非常好，因为啊，它搭配的非常好，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枝加上叶，大的花加上小的花，这样子把它调配的这么好。我们再看这盆花，其实是有很多的花跟叶组合而成。除了花跟叶以外，还有那个花材、花具。除了花材花具以外呢，还加上这位师姐她很用心，她有她的脑筋哦，才能够成就这一盆美丽的花。除了这个师姐以外呢，还要有人去买花，有人卖花，有人种花，有人送花等等。这个花又是哪里来的？是有农夫来种它，农夫种它就可以有花吗？不见得，你还要有太阳光，还要有空气，还要有水分。还有种种的昆虫啊，蝴蝶或是蜜蜂啊，这种的过程来成就它。你这么一分析，就发现说啊，对，这个六境呢，都是无常、无我的，都是自性不可得的，
它没有一个是永恒不变的，这个就是空观，观外境。紧接着观自身，我说，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好，这个是我。有一天，如果说我断了一条腿，我断了一条手，我们会不会说这个60%的我怎么样子？会不会？你还是这样讲是我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到哪里去？对吧？即使你缺少了一个器官，缺少了一个部位呢，你仍然还是叫我，我怎么样子？我怎么样子？所以你将这个过去所认为的我再加以分析，发现我们过去所认为的我是指这个身体我这个身体呢，其实是由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细胞组合而成。这个细胞我们现在可以再分到 DNA 基因去，专门一分析说，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个我呢，是不存在的，其实它是空不可得的，那个只是观那个身的部分。再下来，再观我们的事，也是观我们的心。观我们心，所以我的观念、我的思想我的感受，我的一个意愿，我们就发现了，我现在的观念跟昨天的观念不一样，昨天的观念跟前天的观念不一样，因为我们昨天开始在研讨心经，所以从心经里头得到若干的启发，我们就发现，好像我的观念是改变。好了，你说是我是故我在，我的思想就是我，那请问呢，前天的思想才是你呢，还是昨天的思想才是你呢，还是今天的思想才是你？你就发现了，没有哪一个是你的，因为这个都是诸法因缘生，因为是很多的因缘，这使得你的思想也改变了，你的念头也改变了，你的感受也改变了，你以前会觉得打坐很痛苦，现在也许觉得打坐了非常舒服，很轻松。你以前如果是坐在这里好几个小时，会觉得很难过，那现在你觉得坐在这里听经闻法是很愉快的事情，你那种感受也跟着改变了，你的想法也跟着改变了，你的受想行识的那个行也跟着改变了，您第八意识里面的那个内容也跟着排列组合，重新组合就改变了。你的观那个事，发现那个事也一直是无常变化，也一直是无我苦空的，因此又得到了我们所谓的心事也是空的，用这样子达到了空观，因此达到空观以后呢，我们就不会执着，我们就可以放下一切。我们看这所有的通通是空，这是空，因此我们不会执着它。什么不会执着它？等到1个礼拜后，这一盆花会不会谢掉？会，就枯掉了。那个时候谢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伤心，我们会说师父你没有好好照顾这盆花不然这盆花为什么会枯谢？我明明插花给你的时候是那么样的鲜艳，那么的漂亮，都是你照顾不好了，那都是你没有把我们改了，都让它谢掉了，我就在那边哭，在那边大喊大吵。当然诸位不会了，这是一种譬喻。我们过去会烦恼会痛苦，就是因为没有空观。我们总是要一成不变，青春就要永远青春，有钱就要永远有钱你的地位高，你就永远要保有那个地位，这个是不可得的，因为一切都在无常苦空无我，一切改变了，这个就是空观。证得空观的人就可以得到阿罗汉果但空观以后够不够呢？不够，要另外用般若的智慧再来修什么假观。假观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性空不废缘起或是不爱也可以，性空不爱缘起虽然一切的事物都是自性空不可得，但是只要有因缘和合，
它不会阻碍这些缘起的法相。所以这盆花，它是因缘而变得这么漂亮。等到1个星期之后，这盆花凋谢了，那是因缘改变了，因此它就凋谢了。你不要在那边哭哭啼啼啊！虽然它会改变，虽然它是假象，但我不会因为它是空而认为一切都不在乎。也就是说，仍然能够深信因果，性空不爱缘起。这个时候就来修这个假观，用这种心境去看待一切的众生。我们说一切的众生也都是性空，但他现在是缘起，但他现在还没有智慧，还在睡觉之中。你不能讲说啊，他们呢是性空，他们是过去所造作，因而现在痛苦，这是他们自家的事，跟我无关。你不要认为那个缘起是不存在，那个现象是不存在的，你仍然要感同身受，看到别人在受苦，你不要认为那个受苦是假的。当然，那个苦会改变，可是苦的当下会让没有智慧的人感到很苦，有智慧的人不会感到苦，没有智慧的人就会感到苦。你就要用这种大悲心去看到其他的众生，这个就是假观。也就是说，修菩萨道要修假观，你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个空观里面，一定要进步到假观啊！用这种菩提心、慈悲心来看待其他的众生。其他的众生虽然也是性空，可是因为他还没有觉悟，他不了解性空的道理，他就会执着为有，一执着为有，就会有痛苦，就会有烦恼。我们就用这样子去体谅他，我们就发起一个悲心，讲讲佛法给他听，帮助他来修持，度过这种痛苦。这个就是假观呢，假观呢，这是菩萨啊。空观呢是阿罗汉，假观呢是菩萨。所以空观是小圣所修的，假观呢是大圣所修的，中观呢是佛。所谓的佛，他已经圆满，空不离假，假不离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有不二，空假不二，大小不二，他已经圆满，因此能够怎么样呢？我们说不住生死，不住于生死，就是说脱离了六道的轮回，修空观，晓得一切皆空，因而解脱这种世间的痛苦，得到极静涅槃，但就住在涅槃之中。大菩萨呢，他进一步不住涅槃，就是假观，他能够从涅槃之中出来观众生的苦，去发心度众，那就是不住涅槃。来到这个中观呢，就是生死即是涅槃。西藏的佛教称之为轮涅不二啊，轮就是轮回，涅就是涅槃，轮涅不二就是轮回涅槃不是两件事情，是同样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中观，我们知道了啊。所以修空观的是不住生死，修假观的是不住涅槃，修中观的是生死即是涅槃，这两个没有差别。如果有差别的话，那就是阿罗汉或者是菩萨。佛的话，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得到一个完全的圆通大自在，那就是中观。中观这是最圆满、最圆满的了。观有哪几种观？空观、假观、中观。空观是不住生死，就是已经解脱轮回；假观呢，不住涅槃，就是起大悲心，来世间广度众生。中观呢，大小不二，
美丑不二，善恶不二啊，伦内不二。以前我们认为是有差别、有不同的，在佛的眼中啊，通通什么平等、平等、平等、平等，一切皆平等，那称之为中观，那完全得到一个中道之观，中道之观啊。好，到这里，因为没疑问啊，好，没疑问，我们就继续啊，继续讲观自在。我们前面讲过，观世音是偏重于慈悲，观自在是偏重于智慧，智悲双运是佛法的两大要领。那现在讲自在，自在，自在啊，可以有十种的自在，但10种的自在太多了，太麻烦了。我们不要那么麻烦，我们就把自在啊10种啊，你解释起来啊，头越来越昏。我们简单的讲，这个10种自在最重要的有3种，记住就好了啊。第一种自在叫做观境自在，第二种呢叫做观照自在，第3种呢叫做作用自在。我们在解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呢，它就是观境自在、观照自在，再下来作用自在。观境自在、观照自在，这个是就因地而讲，因地而讲，因呢，作用自在就果而讲。作用自在又可以分为2个啊，这个又分一个自受用，第二个呢是他受用。想要作用自在，一定要先观境自在和观照自在，才能够达到作用自在。先谈什么叫做观境自在。境就是外境，就是所观的对象，那叫做境。我们佛法谈到啊，能和所，一个是能观，一个是所观哈，一个是能观，还有一个是所观。能观是指的智慧般若，所观呢是指的境。如果照心经来讲，一开头就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照见五蕴皆空，那个五蕴就是境，照见就是观照自在啊，观境自在，就是说我现在想要观，而想要观的那个对象，我都很自在，我都可以观得清清楚楚，我都不会被这个境所障碍。比如说，你听到海潮音，不会跟着海潮音循声流转，那个声音呢不会障碍到我。你听到人家赞美的、人家诽谤的那个声音，你不会被它所障碍，你能够观境自在。我听到声音，我看到一个美的东西、丑的东西，我都能够观境自在，我不会被那个外境所障碍、所困住，那个叫做观境自在。观境自在，你有大智慧者就能够这样，你没有大智慧者呢，只有看到表象，只有看到表象。有智慧者就可以观境自在，把那个境把它观得清清楚楚。所以这里的观不是看的意思啊，这个不是看哦，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我们的心呢去了达啊，用我们心去了达。了达就是彻底的通达，彻底的了解，了解通达。因此观境自在就是
了达外境能够很自在。我现在想要观这个，就观这个，观这个，我都能够看到他的真面目啊！看到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个境界，你都可以知道他的真面目，你就会知道说啊，某种人在骂我，这个不是真的在骂我啊，他是有因缘的，他是有原因的，这样子你就了达了，你就了达一切呢，都是诸法因缘生。一切都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样子就了达到实相，这个就是观境自在。第二种啊，就是观照自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观照，你用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能观，用这个呢来加在所要观的对象之上，您就能够观照的彻彻底底、通达无碍。这个叫做观照自在。这个是因在修行啊。等到你观境自在、观照自在圆满了以后，你就可以作用自在。作用呢，就是产生一种作用。我们说有了一个相，就有一个用。有了一个现象，就是发挥一个作用，你就作用自在。作用自在就是它的果。那它作用自在可以分为两个：自受用，第二个是他受用。自受用就是自己得到好处。我观境自在，我观照自在，我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呢？我自在得到什么好处呢？我心里头啊，整个开朗了，整个了解了，整个放松了，一片开阔光明。他受用，能够让别人、让他人得到受用，得到好处，这是我慈悲对待其他众生，帮助其他众生，那就是他受用，他受用。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在菩萨可以单指某一个菩萨，也可以通称所有的修行者。单指某一个菩萨，就是指观世音这个修行者，他是透过这种方式观海潮音，观种种声音，而得观境自在、观照自在、作用自在。单指某一个人，但如果说您也是依照这种的方法而得到大自在，您也是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就是在强调他的智慧的部分，因为他有那种智慧来了达一切的境界，可以通达无碍，可以不被境界所这个系缚所障碍。那就是观自在。好。所谓自在呢，就是说我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就是自在，也就是自由了，自由自在。我自己可以做得了主，我想要这样子做就可以这样子做。但我们凡夫办不到。我们凡夫想要轻松，想要快乐都办不到。我们凡夫想要做一件事情都办不到。我们的观境也不自在，观照也不自在，我们的作用也不自在。这是凡夫跟修行成就者不同的地方那这是因为我们是循生流转这个菩萨他是什么？反闻闻自性他会逆观，我们都是顺着，我们就顺着流转，顺着痛苦生死轮回其他的菩萨，其实所有的佛菩萨都已经达到圆通的程度，因此他们可以自在他们可以自在，毫无疑问的因此我看我们这里四大菩萨都雕成自在的样子那这是很了不起。我们这个师父他的已经大自在的人就会把菩萨雕成这样子有一些菩萨是很庄严那个就是说
弹起腿来的，是代表禅定，我们称之为吉祥。这个腿，另外一只腿脚翘起来，我们称之为如意，所以就是吉祥如意。有没有听过这4个字？吉祥如意有没有听过？有哈，过年的时候祝福人家的时候，啊，这是吉祥如意啊，吉祥如意啊，吉祥如意，吉祥如意藏文怎么讲啊？对，扎西德嘞。扎西德勒，你如果碰到西藏喇嘛，一见面呢就是扎西德勒。有欢迎西藏来的啊。印尼的欢迎西藏，所以他们有祖宗对。是蛮大的女性进入伊斯兰，那个回教是大陆人。扎西德勒啊，吉祥如意啊，来，有什么疑问？来，好是。60吉祥我们祝福人家，你要60吉祥。60是古时候对于时间的划分，我们现在呢是把一天划分几个小时，24小时。古时候是把一天划分成60，所谓的60是白天30晚上30，所以加起来就是60。我们祝福人家说希望你一天24小时都吉祥，就60吉祥。12时辰是中国人的方法分类，60呢是印度人的分类。这印度人呢是古时候的印度人把时间划分为6等分因为印度人比较没有时间观念。我们中国人比印度人稍微有时间观念，我们有1倍的时间观念，对不对？但西洋人呢更有时间观念，他们就把一天划分成24小时这个是跟我们的民主性观念都有相关的印度人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印度人呢没有历史印度人你在印度搭飞机飞机可以误点好几个小时都没有疑问你可以误点起飞3、4个小时，但是在这个欧美国家不能够误点，绝对要准时在我们中国呢说这个12点入席请吃饭往往都要拖到1点。那为什么12点要拖到1点呢？因为我们一天只有12个时辰，所以12点就等于是1点了。12点跟1点呢没有差别如果是古时候的印度人你跟他讲12点入席他们就会3点才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天只有划分为60。那再来，还有指教了没有？没有没有好，来，观自在菩萨现在已经解释好了观自在菩萨都已经知道了观自在菩萨完全大自在完全大自在因此将来我们到大冲山来看到那一尊观音菩萨，你晓得他就是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一种超越的智慧。行深就是实际去实践去行。什么叫实际去行？行到深，行到深。我们介绍过说般若有3种，哪3种般若？第一个什么般若？文字般若。第二个观照般若。第三实相般若。行深般若呢，就是不只是在文字般若上面得到了成果，而且进一步去观照去观照观照的意思是用心好好去观它。你想要观的话，就要心呢不散乱，心呢能够稳定，心能够清楚。行深，你把般若的法门好好的去行深
也就是说看到了诸法的实相。你行深是指观照般若波罗蜜多时，那是照见五蕴皆空，那就可以见到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之后，就会度一切的苦厄。那现在就说什么叫做五蕴啊？我们之所以会感到苦、感到恶、感到苦厄，外境的影响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外境的影响是因素啊，人家打你骂你，当然你会觉得痛苦，但你觉得痛苦啊，不是因为别人打你骂你，你要知道吗？而是因为你心里面呢有痛苦的心，你的心里面有痛苦的种子，知道吗？是你心里面的痛苦的种子。如果说你的心呢完全的空性，你的心完全有智慧，来照见别人骂你打你呢是空的。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了，凡夫就是循声流转，就是循着那个外境循境流转，开始痛苦。菩萨佛他就反闻自性，反观观自性，他就会往自性去观，他有那个智慧啊，去照见一切皆空。外面的影响啊，只是缘，最重要的是自己本身的那个心，那才是因。我们讲说是诸法因缘生，既然是众因缘所生，就有一个因，还有加上很多的缘。那这个因呢，都是我们的心，绝对是我们的心。缘呢是外面的东西，心外的外物，那才是缘啊。为什么佛法强调修心？那就是说他掌握到最重要的部分。你说要改变这个外缘呢，改变不了的啊！你要叫人家不骂你，办得到吗？嘴巴是别人的，他他要骂你，你有什么办法啊？你要叫说，哎呀，我们这个社会啊，都要安和乐利，都要很平静，你办得到吗？因为有一些人他不修行佛法，他就是贪呢，他就可以杀、烧啊、抢夺啊，没有办法，因为他无明，他烦恼多，他情绪起伏，你就管不了他。你说叫老天爷啊，你不要刮台风，不要大地震，不要火山爆发，可以办得到吗？办不到。你不要天气太热，30多度啊，不要那么样热，办得到吗？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因为那些外缘我们掌握不了，外缘太多了，外缘呢无量无数，无量无数。我们世俗的学问是尽量的去改变外缘啊，只有治标，只有治标。佛法啊是强调内心的修持，就是它是治本，它把最重要的那个心给这个掌握了，心给这个对治好了，心呢给清净了。你那个因把它掌握好、控制好的话，再怎么的缘呢，都不会影响。你一颗榴莲的种子，因是榴莲的种子，榴莲的种子这个因呢，你种出来会不会长出苹果？绝对不会。你再怎么努力都不会啊！你再灌糖浆，你再灌这个苹果汁啊，这个 apple juice 再灌再多，你都不会让它产生苹果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因，这是榴莲嘛，你的因是这个样子，你加再多的缘都没有用。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是快乐的心，外面的缘是不快乐的，我们的心，我们仍然感到快乐。我们呢，如果是痛苦的心，是那种烦恼的心，是那种妄想的心，不清净的心，即使有快乐的缘，
我们都快乐不起来，对吧？你如果说您心里头啊很乱、很痛苦，你说到佛堂来啊，你想要快乐也快乐不起来，因为自己本身就已经很痛苦了。您说哦要去吃大餐，餐厅里面吃得很好，可是今天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啊，你一吃那个东西啊，你就索然无味，一切都看不顺眼。当我们心里痛苦，所有人看起来都不顺眼，你们这些人真糟糕，一切都是坏人。当你的心清净了、光明了，看过去一切都是佛啊，一切都是很可爱的，是吧？那个治本呢，就是要从心里面下手。我们佛教并不是不注重缘，不是。我们佛教是说，在注重缘的当下，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因，注重那个因呢。缘呢是帮忙而已，我们广结善缘是帮忙，但重要是在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啊，那是自己的心。众因缘所生啊，众因缘。这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呢，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就是我们一般众生所认为我的部分。我们所谓的我，有的人说啊，这个就是我，啊，这个是我啊。我们讲说啊，你打到我了。我哪里有打你？我只是打你的手。你说是的是打手吗？才不是的。这个怎么是你的手？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皮肤，这个是众因缘所生啊，对不对？也是某一个组合而已。你就这么分析，那个身体生理啊，不是真实存在。你说我吗？我是这么多的器官组合而成的。因此呢，南传佛教经常会这么说。只有打这一回事，没有打的人，没有被打的人。所以下次啊，你不要痛苦了。当我打你的时候哈，只有打这回事哦，没有你被我打，也没有我打你哦，因为我是空的，知道了哈。学了这一招哈，太好了哈。回去我们打先生，打这个儿子，你就讲了，只有打这回事啊。没有我在打你哈，没有你被我打啊，因为正得我空，因为我们学到了心经，照见五蕴皆空，这个色不存在啊，这个色不存在啊，身体不是真实的存在，为什么？因为身体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细胞啊，一直在生，一直在死，一直在生，一直在死，细胞生生死死，生生死死，21天。我们人就已经变一次了啊，所以21天前跟现在的你完全不一样，即使是前1秒钟跟现在这1秒钟的你都完全不一样，因为有一些细胞在生来，有一些细胞在死，因此你全身的结构完全都不一样，血液完全不一样这个在佛经里面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啊，他学到了这么一句话啊，只有这件事情而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就记住这句话他就去偷采人家的榴莲啊。今天提了好几次榴莲，那是有因缘的。有什么因缘啊？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跑出去吃榴莲吃了很多的榴莲所以受到榴莲的影响他就记住这句话就去采了偷人家的榴莲，结果被那个农夫给抓到，就抓到警察局去了。抓到警察局去了以后，警察局要处罚他那个人就跟他讲某某人你说我偷采你的榴莲，我问你，你这颗榴莲是什么时候种的？他说这个榴莲是15年前种的。我说你15年前是种这一颗榴莲吗？他说不是我只是种那个种子但是种种子。说那这样子就对你以前你不是种这个榴莲呢，你只是种那个种子了，你怎么说是我偷你的呢？而且他要问10几年前的您
跟现在的您一样吗？啊，他说不一样啊，我已经变老了，已经老了10多岁了。那这样子就对了。你以前种那个种子的事，老早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你呢？你总可以说是以前种的那个是你呢。还有啊，他跟警察讲，警察你看，我跟刚刚的我已经不一样了啦，所以你要处罚，请你去处罚刚刚偷采榴莲的那个人吧，因为我已经变了一个新的人，是不是？你不公平啊！你怎么可以抓我？怎么可以处罚我？那个人你去找他，那这种说法对不对？强词夺理吗？还是有道理？我心经的道理，他说：“我是读心经来的，这样子对不对？如果这样子的想法，那就是玩空，那是只有空观而没有假观。我们知道假观的意思是，他承认有缘起这回事，他承认因果有这回事，因为因果是相续的。”这一秒钟的您是前一秒钟的您相续而来的，现在的您是15年前、20年前的您相续改变而来的，现在的流年呢是10几年前所种下的那个种子相续改变而来的。因果虽然现在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但现在绝对是从以前那边而来。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个种子，就没有现在的榴莲。也就是说，不可以因事废理，因理碍事。你不可以学到一个东西，你就用这个呢来否定其他的。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般若智慧。般若是什么？超越的智慧。你的超越，你要用整体来关照，你要行深。用整体里里外外通达无碍那色法就是指身的部分，用这种分析的方法来达到这个身色身不是真实存在，这个我们称之为虚空法。在受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受一直在改。受有3种受，有的时候是苦有的时候是乐。有的时候是无记，也就是中立的那种感受。有的时候你感到不苦不乐但这种受绝对不是我，因为这个受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没有恒常不变的，它不是常依主宰我们说空的意思呢，就是不常依主宰，没有一个独立的不变的东西。那这是空，色一直在改变，不能够做主，因此它是空。受也一直在改变，我们的感受一直在改变。想，这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也一直在改变。早上这位师兄问到，我们的心跟那个观念思想有什么关系？好，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心跟观念思想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的心有几个心王我们的心6个是8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是前5识，再加上来这个是第6、第7，然后第8，这个是第7识，这个第8识。人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人的思想是透过前5识去接纳、接触这外境，一接触了，一接触以后，在第6识呢，就加以这个了别，他把这个讯息交给这个地方，这个第6识就去了别。了别呢，就是说我看到这是白色，我看到呢这个是白板，这个是桌子，这个是圆形，这个是什么样的形状大小，那就是第6识的作用。第7识的作用是分别这个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开始加以分别。第8识它就是含场的作用，它称之为种子识，它含场的作用
含藏，它好像种子一样，小小的一颗种子，一个基因，它就含藏了这个树、这个植物种种的特性。我们人的基因虽然那么小，它却含藏了所有的人的特性，那就是含藏。思想怎么形成的？我们的前五识透过眼、耳、鼻、舌、身接触外境，接触外境以后呢，就把这个讯息交给第六识，经过第八识第七识，就在第八识里面留下种子，我们留下基因呢，就留在这里。等到下一次，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是榴莲啊，然后呢，人家第一次看到啊，这个什么东西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人家告诉我说啊，这个是榴莲，我知道了，我看到了，哦，长得有刺的，啊，大大的绿色的啊，那个就是榴莲。我有这个印象，我就把这个讯息交下来，在我们的最潜意识、最深思底层的心里面，第八赖识里面，说啊，这个就是榴莲。好，等到几年后，或是下一次，我在第二次看到那个榴莲，我看到这个东西，可是我要去找找看，我的这个地方，我的第八阿赖识种子里面呢，有没有那个讯息？如果我以前没有那个种子，没有那个记忆的话，这个是记忆；没有这个记忆的话，我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呢，我会到里面去找，哦，找到了，哦，原来这个以前人家告诉我，这个就是榴莲，所以就从这里面呢得到一个讯息，哦，又通过这里说，哎呀，我看到榴莲了，哦，是这样子。长久以后啊，这个印象很深、很深刻、很深刻，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思想，就变成了思想，啊，因为您重复一个印象，重复一个讯息，在心里面形成了一个很深的烙印。我们说烙印一个模子，形成了一个影响力，就留在那里。这个时候就变成思想，就变成思想啊，就变成思想。那我们的思想就受到过去生活经验、教育的影响而形成的。您在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就有中国人的思想，你在印尼人的社会里面、家庭里面，你就有印尼人的思想。那是因为透过环境、教育，还有前世的业力。因为这个第八阿赖识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种子，这个种子就带着你去轮回，使得这个东西离开肉体，影响你的下一世，就开始轮回。因此我们所受到影响，不只是这一世的影响，不只是基因物质的影响，父母亲的遗传基因的影响，还有了我们自身的业力。如果说我们完全是从物质父母亲的基因而来的话，那为什么双胞胎会不一样，兄弟姐妹会不一样啊？即使是在同一个时辰出生的人，他的个性也完全不一样。那是因为啊，最重要的有一个自己的因，一个自己的因啊，这是思想啊。我们在想啊，是什么产生的？想是什么产生的？是说色就是代表一切的物理的东西，会变爱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变爱啊，变爱会改变、会阻碍的东西叫做色。那是因为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跟这些色声香味触相接触啊，相接触了，相接触了以后啊，就产生了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哪里来的？都是从识而来的。识呢，就会产生一种受，一种感受。哎，我感到苦了，我感到乐了，感到不苦不乐。之后呢，去思维，到这个地方，你的阿赖耶识最深的识里面去寻找以前所储存的资料，变成一种思想，一种想法，一种想法啊，一种想法。哎，这个就是不好的，这个就是这个好的。我们中国人都是以红色为好的，但前几天我们来到这里，发现
印尼人不是以红色为好的，是以什么色？啊，青色啊，是以青色为好，是不是？所以你看他们的看法跟我们就不一样，那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所留下的种子影响力不一样啊。那因为有了受，就会有不同的想，一种观念啊，一种不同观念呢，紧接着就会开始行，行就是动作的意思。脑子里面呢就开始在那边打主意，打这个主意，我要怎么办？我要逃避，我要攀援，那就是这个行。我们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一分析，对，色完全是不常、不依、不主、不宅，完全都是在改变的。受，我们的感受也一直在改变，所以受也是空的。我们的想，就是我们的观念也一直在改变，因此也是空的。我们的行，我们的发愿，我们的想要干什么，从小到现在一直在改变。小时候想要当总统，想要干什么，到现在40、50岁以后想要让你去当总统了，哎，我才不当了总统苦得要命老是被人家骂想法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今天要这个，明天不见得要这个改变，行也一直改变，当然我们事也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因此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五蕴呢，就是我们的最终的因，内心自身。我们只要把自己自身呢观得空，把自己能够照见是无常，是无我，是空的话，就可以度一切苦厄。所有的苦啪就这样子超越过去了。为什么不能够超越呢？是，我觉得我被人家骂了，我觉得被人家打了，我觉得呢我的想法人家不接受，我想要的发愿，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达不到目的，因此就会感到烦恼痛苦。那你如果都能够晓得这些本来就会改变的，你就没有苦厄可言，就没有苦厄可言就没有苦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样子就过去了，很好如果诸位想要不苦的话，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如果想要照见五蕴皆空，有什么最好的方法？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对吧？你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用你的智慧去关照，智慧关照，请注意，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用你的心去思维、去体验。要让你心去思维体验，一定要让心静下来。所以要修禅定，要修观慧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是属于我空的部分有什么指教的有什么指教？如果没有什么指教，我们就今天到这个地方谢谢阿弥陀佛，谢谢。Bukan percobaan ataupun rintangan di dalam kehidupan. Kalau kita menyadarin bahwa kalau kita yakinin dengan kekuatan atau tekad seorang bodhisattva yang telah maha sempurna, yang penuh dengan cinta kasih, maka kekuatan ini pun akan memberikan pemberkatan buat kita semua. Maka di sini saya pesan kepada Anda sekalian, jikalau kita mendapat rintangan di dalam kehidupan kita, marilah kita membaca Maitri Karuna Tapeco, mantra Maitri Karuna, atau kita melafal nama Kuan Im Pusat. Dengan kekuatan Maitri Karunanya, kita selalu bisa mendapat pemberkatan. Ini adalah satu contoh kalau kita berbuat karma yang buruk di dalam kehidupan masa lampau, tentu kita akan menerimanya di hidup sekarang. 在观世音菩萨的这种杨枝净瓶水的甘露洒过之后一片的清净，一片的光明消除我们累世以来的烦恼，一切的苦厄。我们在轮回里面
已经流浪那么久了，现在有这个殊胜的因缘啊，能够这个研读这个心经，那个恭诵这个心经，跟观自在菩萨啊就在一起，观世音菩萨在我们面前，甚至于把我们自己呢转化成观世音菩萨。请合掌。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这般若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后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意，无明尽，外之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此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愿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证出一切苦，生死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受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请放掌。请问你有什么指教的？好，来，请说，您说哈。对，痛苦的种子怎么消掉？啊，痛苦的种子怎么消掉啊？这位师姐的问题啊，蛮好的了啊。痛苦的种子怎么消掉啊？怎么消掉？我们说痛苦的种子啊，就是无明，就是造业啊，这些都是痛苦的种子。烦恼是痛苦的种子，可是无明是什么？无明啊，就是没有智慧，不了解自己的身心，不了解我们
所生存的社会、生存的环境。造业是什么？造业就是业有身口意，因此你造身业是用身业、身体这个业做了坏事情。口业就是你讲了这个谎言啊，或是伤害人家的话啦。意业就是你的起心动念，你念头的思想啊，有一点不怎么好，那就是造业。你的身口意，你的一天呢，身口意一直在造业。那烦恼啊，烦恼是什么？就是贪嗔痴慢疑，就是最简单的烦恼。这些呢，就是痛苦的种子。这有点抽象，我们现在用这个比较具体的好了啊。我们说昨天都讲这个什么榴莲，不好意思了哈。我们今天讲什么芒果哈。印尼的芒果很好吃哈，印尼的芒果很好吃很香。那印尼的芒果这个芒果有没有种子？有哈。这个种子如果不要让它发芽、长大的话，有什么方法？请说。有什么方法？第一个什么？丢掉丢到垃圾啊！它更肥沃，那个肥料更好，长得更好啊。不去培养它，对，打碎了，对，再来，断带外缘，对，还有呢，要冷藏，还好，冷藏起来冷藏起来还要浪费电呢你还要去买一个冰箱来冷藏，还有呢，火烧掉，火烧掉，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不浇水。不浇水不浇水，可是天下雨怎么办？那还有什么方法？就是烧掉烧掉那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方法，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把它晒干把它晒干，好，还有呢？割解外缘诸位朋友都很有智慧的这个很有智慧，有很多种方法你把这个种子给这个烧掉把它捣碎把它冷藏起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造苦的原因，就要把它烧掉。用什么烧掉？用智慧之火把它烧掉用这种般若波罗蜜多的火把它烧掉。般若波罗蜜多告诉我们说，五蕴皆空，色声香味触法皆空，眼耳鼻舌身意皆空，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世界皆空，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皆空，苦集灭道皆空这个智空得空，一切皆空。用这种智慧的方法，就把我们的苦的种子给这个烧掉。我们说罪性本空我们这苦的性其实也是本空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烧掉它？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总以为说，哎呀，那个种子呢，有了这个种子这个以后呢，它就会这个发芽，而且我们又加了很多的肥料，加了很多的水分加进去了，因此我们所造作的这个苦的种子越来越生长出来越来生。所以有什么办法？用智慧，用心经的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呢，把它烧掉。因为心经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告诉我们，无蕴皆空一切皆空，有没有？那各位朋友要深信，一切皆空。你如果说信心还不够，你就必须多听闻这个佛法，同时要多修行，一定要多修行。你不修行，你没有办法相信说这个一切皆空，你没有办法相信说苦因也是空，苦的因也是空一定要多修行你用念佛的方式，用观想的方式，用这个打坐的方式把它这个整个放空昨天晚上告诉诸位的就是什么？放松，再来放下，再来放开，再来放空一切要放空，用智慧之火把它放空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说你们所说的把它打碎啊，那个打碎啊，就是用强的力量把那个种子给这个打碎。那用强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用那种戒的力量，用定的力量，把那苦的原因呢，就是真的去打它啊，去捣碎它，这样子一个把它这个击碎啊。我们这个师兄啊，他比较有钱啊，他家的冰箱很大，所以啊，他会把这个种子这个冷冻起来。哦，以后还会对，所以你以后还要让苦的苦的种子发芽哈。你说这个佛的种子佛种啊怎么办啊？佛的种子啊不在苦里面，佛的种子啊是在心上，是在我们的心上啊。你的福报也蛮大，因为你家的冰箱也很大哈，所以也要把苦的种子放在里面。这个当然是方法之一的。把这个苦的种子啊，不是啦，芒果的种子冷冻起来啊，这个也是方法，冷藏起来啊。冷藏起来，这个在我们佛法上，如果要譬喻它的话，就是把它冷冻。把它冷冻的意思呢，这是意思的啊，就是说我们靠着念佛，佛号把它冷冻起来，把它包起来。佛号并没有把那个苦的种子那个因呢给消掉，它只是把它包起来，要把它冷冻起来。冷冻起来怎么办呢？就是你如果是修念佛法门的，就把它冷冻起来了。临终的时候，再把这苦的因呢带到哪里去？你如果是修净土法门的，带到哪里去？西方极乐世界去。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才把那个种子苦的因呢，苦的种子拿出来，在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一一把它消掉。你是把苦的原因。苦的种子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带到净土去，这样子把它捣碎，这样子再把它这个消掉啊，再消掉啊。那我们其他的朋友都很聪明啊，讲说断外缘，这个就对，因为苦的因已经有了，因为我们以前呢没有智慧啊，因为以前没有学佛，没有读心经，所以呢就执着，那这执着一切都有。乐的因也是有，苦的因也是有，那个种子的执着它是有。现在我们学了佛就知道了，一切的法，一切的事物都是众因缘所生。既然是众因缘所生，就离不开因，离不开缘。只有因没有缘，不会有果产生的。因此，我们朋友们都很有智慧，断外缘。以前造了苦因没有关系，现在呢，不要让它有缘，有外缘，有这个助缘，让它这个发芽啊，生出这个小苗。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放在土壤里面啊，你不要丢到垃圾哦。这个垃圾很肥沃的哈，这个垃圾里面都是肥料，长得很好，它立刻发芽的啊。你要放在水泥地上，这个柏油路上啊，不要加任何的水分、阳光、肥料，自然外缘没了，那个种子自然就枯掉了。那在修持上啊，什么叫做断苦的外缘？断苦的外缘就是从现在开始，你所做的都要行善，你做的事情都要做好的，你说的话都要是真实、诚实、不欺、不伤害人家的，你的起心动念都要是好的。那这个都是好的啦。所以你没有苦的缘，给那个以前苦的种子、苦的因来发芽，自然那苦的因呢，它就慢慢的，它就这个坏掉，苦的因它就慢慢消掉了啊，这消掉了啊。同样这个道理啊，那从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佛法里面想要把苦的因、苦的种子给灭掉，有很多的方法啊。可以说每一种方法呢，都是在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有的是用智慧之火把它烧掉，这个最直接，这最直接啊。因为最直接，也就是说，你用智慧之火把苦的因给烧掉。以前不管有多少的苦的因，现在我用一把火给它烧掉，用这个智慧、般若智慧把它烧掉，这个是最彻底。那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火，我们没有那种智慧的话，我们呢就要断外缘，断外缘。断外缘就是什么？身口意都要善，身口意都要善，做善事啊，说善话
这个起善心。如果说哎呀，我们难免还会有胡思乱想的时候，还会有做错的时候，那怎么办？佛很慈悲，他开示了这个西方净土的法门。西方净土法门说，我们没有那个智慧把它烧掉，也没有办法说在五浊恶世里面呢，一切都是善。那这是什么？就是把它冷藏起来。这冷藏起来，现在暂时不要让它发芽，用佛号把它包起来，冷藏起来，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带到那边去才打开，再用智慧之火把它烧掉，再烧掉所有的佛教法门用各种的方式在断我们的苦因，在烧我们的苦因这位菩萨这样子满意了吗？来，还有没有其他指教免的话，我们昨天已经将经的名，还有这个序分给介绍过了。序分就是前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好，这样子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请问诸位朋友，苦厄为什么会有苦厄？根据这几句话。根据我们心经的序分来讲，为什么会有苦厄呢？为什么会有一切苦厄？一切的苦厄就是从哪里产生？那这五蕴对不对？我们再从这几句话，当然苦厄的原因我们说过了，有的是无明有的是造业啦有的是烦恼。无明是对什么无明？是对五蕴无明。造业是造什么业？是造五蕴的业。烦恼是对什么烦恼？是对这个五蕴贪嗔痴是不是这样？否则呢，为什么一开始会讲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里都有因果关系的。想要自己度一切苦厄，就必须要照见五蕴皆空。反之，一切苦厄的来源就是五蕴，这五蕴那五蕴我们刚刚讲了。说这苦厄苦的原因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无明第二个呢就是造业造恶业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烦恼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谈好了。一切苦厄的来源是五蕴，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我们就心经一开头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因此知道一切苦厄是由五蕴而来。那五蕴呢？我们对五蕴无明，对五蕴无明的意思说，我们执着五蕴为有。什么执着五蕴为有？这个肉体，这个色是真的，受那种感受是真的你骂我。让我很难过，所以我这个感受是真的。因此呢，10年前你骂我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骂我的话，现在还记得，即使要死了还记得说你什么时候曾经骂过我一句话，曾经打过我，让我痛苦死了。你如果还记得的话怎么办？你就把这个苦的受带下去，带到哪里去？中阴身下一辈子，你继续苦，你那种感受就没有办法消除掉为什么我们碰到一些人，有的人看起来好像好像跟你很有善缘，看起来好像就是好朋友，可是有一些人呢，一看之下，一见之下就好像是很讨厌，没有其他的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没有这种缘，看起来就是讨厌。那些讨厌是什么？对不起，那是上辈子你把你的苦受不肯空掉，不肯放下不肯放下，你以为那个苦受是有的，以为那一个人跟你是仇人的那个结你认为是有的，所以你在死的时候也不肯放下这个是最可怜的，那真的是诸位朋友要小心。昨天傍晚的时候，有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朋友，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是，老师我很希望您在雅加达的期间呢，跟你多谈谈话，可是呢，
我忽然接到一通电话了，我明天呢必须到这香港去，因为爸爸妈妈在香港1-2个月前去香港、广州玩这突然生病，那住进医院，那妈妈打电话来说爸爸最近情况恶化，发现呢有肿瘤，不晓得是肝还是哪里有肿瘤那可能就要开刀。呢，我明天就是今天就要到香港去了。那后面的结果会怎么样子，我不知道可能父亲就会往生。我现在才慌起来，现在才乱起来，碰到自己最亲爱的父亲，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了，有肿瘤，很可能就会往生。在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慌了。那个他说父亲没有这个学佛，也没有宗教信仰，兄弟姐妹呢只有他跟一个妹妹，2个人还曾经听我讲过这个佛法可是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接触这个佛法。老师，你说我要怎么办？他告诉我一个更可怕的现象，他说在不久之前先生的一个同事，他的妈妈往生的时候，发现到他往生的这个老奶奶往生的时候，很难过的往生。他已经是在医院里面治疗癌症1个多月在急救中心里面治疗1个多月，1个多月人已经昏迷1个多月。在往生之前呢，有回光返照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你就知道了。有一些即使要往生要死的人都有回光返照。他这个昏迷了1个多月，癌症的治疗很痛苦就昏迷过去1个多月，在死之前呢，回光返照。这个回光返照出来所表现的那种眼睛眼神非常难看，嘴巴好像很气恨，这样子回光返照所表现的那个心理的那种焦虑，心里的那种痛苦那种痛苦表示说这个老奶奶不能够放下一切，就带着这种怨恨，带着这种苦这样子离开这个人间。那离开这个人间，我刚刚说的，如果在临终的时候不能够放下一切，了，就把这些东西带着走这个带着走是什么？就是带着那个种子，这位菩萨所说的那个苦的种子，你把它认为是有，就带着这个种子过世了，进入中阴身，那一定是很不好的下场对不起，一定是很不好的下场，一定是下三道。因此这个朋友他说老师我看到我先生的同事他妈妈这样子的往生我很恐慌很恐慌。那个人真的有一些人在过世的时候真的是心中恐惧、愤怒不安、焦虑、仇恨贪嗔痴慢疑整个都能出来了，那种冤亲债主整个都能出来了。我们佛教所说那是真的在临终的时候，所有的冤亲债主，您所有在世结构缘的善缘恶缘的通通出来了。因此你在世的时候如果结的是善缘，你这些好朋友这些善知识通通来了来帮助你。如果都是结的恶缘多，那些恶缘这些冤家通通出来要找你算账。因此这个朋友他说很恐慌，老师要怎么办我看到这种情况那我这一去我兄弟姐妹那么多这个7、8个，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有空跑到这个香港去那我又恐慌那边又没有认识了你到底怎么办？那我就跟这个朋友讲说，第一个你一定要感恩你一定要感恩，兄弟姐妹那么多人，大家都很忙，大家对佛法没有接触，没有信仰，而你呢有这个机会来接触佛法，有这个机会在父亲这个人生最后的阶段来陪他这个是你的福报，你要感恩，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这种不平，说为什么兄弟姐妹那么多这个照顾父亲的事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千万不要。我们有机会照顾我们的长辈，照顾我们的师父或是老师朋友，这个是我们的福气
啊，这个是让我们呢消灾消罪业最好的机会，是让我们培养这种福德，让我们修持最好的机会。所以第一个，我就劝这个朋友说，你一定要怀着感恩的心啊，因为你有机会接触佛法，有机会在父亲要往生之前呢，来这个接触他啊，来照顾他啊。第二个，父亲虽然没有学佛，没有关系，你可以帮助他，你可以帮助他，不见得说你要用嘴去告诉他说你现在要皈依三宝啊，或者说你现在要怎么样子念佛，不必，在你的用你的意念，用心啊，这个佛教啊很讲究那个心法，那个心的法，心法力量最大。什么叫最大？对啊，真的是最大。你看世间的一切，真的是心法最大，心的那个力量最大。我昨天所举的那个例子，原子弹本来是原子能的发展是为着帮助我们这个生活的，改善我们这个世界的，可是那一种仇恨的心，使得这个美国人呢，把原子能拿来制造这个原子弹。这种仇恨的心，使得他们把这个原子弹丢到这个日本去。那这个所造成的那种后果，一直到现在，广岛、长崎那边都还有很多的畸形儿，已经50多年过去了。那边的那个辐射线，那种核能、原子能的那个辐射线啊，那种伤害到现在还在，哦，因为那个辐射线都还存留在土地里面，存留在建筑物里面，存留在这种土壤里面、空间里面。那在那边生长的人到现在都很多畸形儿，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病都这样产生了。那是人间的浩劫，那个心的力量，那个心的力量可以好可以坏，那心的力量太大了。我们的身没有说有办法一下子到美国，但是我们心一下子就回去了。我们的身没有办法恢复青春，恢复小时候的情况，但是我们心可以回到小时候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前辈子，但是我们可以回到前辈子，我们的心可以回到前辈子。那个心的力量啊，巨大无比，巨大无比啊！因此，我就要对这个朋友说，你要用你的心的力量，用念力啊，来帮助父亲。首先要将自己清净啊，透过禅修的方法、观想的方法，或者是念佛的方法，将自己给清净下来，让自己的心清净下来。好了以后呢，您就要用你的念力，用心的念力呢，告诉这个父亲，说你现在一切都要放下，你现在要了解，生死是自然的法则，有生必有死，啊，有生必有死。你这样子过去呢，是随顺这个真理。你如果要违反这个真理，必然痛苦。你不必执着一切，一切啊，世界的一切都要放下。再下来，你要告诉父亲，用你的念力就可以了，用你的心告诉父亲，说啊，即使你往生以后，您也不必挂虑，我们所有还存留在世界的人可以过得很好，因为你在世的时候，一辈子都是做好人、做好事，啊，使得我们这些子孙啊，都得到你的庇荫啊，得到你的这种保护，我们都会好好啊。这个随着你的以前在世的时候的一些好事情好话呢，继续做下去，我们可以活得很好的，您就安心的走吧，安心的走吧。再下来我请这个朋友说，你就修这个施受法，你要发起大慈悲心。你现在观想父亲的一切痛苦，父亲的癌症，父亲的这种苦厄恐惧呢，化为一道黑烟，化为黑烟哦。之后呢，你借着你的吸气，你有呼吸嘛，你就把父亲的一切的痛苦啊，化为黑烟呢，这样子吸进来，吸到自己的身上，用你的大慈悲心，你的孝心呢，把那个黑烟呢，这个净化，把黑烟呢给这个转化成好的，转化成慈悲的。智慧的、光明的、关怀的，再透过你的呼气、你的呼吸的呼气，这样子呼出去，再送给这个父亲，你这样子
多做几次，把父亲的痛苦吸进来，由我来承担啊，因为我已经学了佛，有那种智慧，把它转化，把它清净，我不会受伤。清净以后，用我的慈悲心再送给这个父亲，再送给这个父亲啊。再来，您可以多练一点佛号啊，多练一点佛号啊，来帮助这个父亲啊。您可以练出声也可以，没有练出声也可以，心中一直默念啊。你心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要恐慌。我跟这个朋友说，你安心啊，我一定会帮助你的。我的起心动念，我一定会帮助你的，我一定会跟你一起用我的心念来帮助令尊啊。我也会请我们这些朋友修行的时候来观想你的父亲用这种慈悲智慧呢，来协助父亲度过这个最痛苦的时段那这是一个例子了。为什么很多人临终的时候会很难过？那就是因为执着五蕴为有，无明，这就是无明了。执着五蕴为有，五蕴为有，比如说色为有，色就是色身身体了。色身身体临终的时候舍不得离开这个肉体，因为这个肉体我已经跟他居住了、相处了几十年。我们人在变老，在变不好看，在生病，在要临终，这个色我们不了解它是空性的，不了解它是会变化的，因此我们执着，因此我们就痛苦了，想尽办法要让自己的色身像以前那么漂亮，想尽办法说我的色身不可以生病，想尽办法说我的色身不可以坏，不可以这个死掉，没有那回事。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生死是一种相续流转。那我们执着色为有，那执着受为有，执着受为有，苦的受刻骨铭心，乐的受也是牢记不忘。因此呢，时时刻刻想到说我以前快乐的时光，为什么现在不能够回到那个快乐时光？都是你呢，都是你害的啦都是你印你的老百姓、印你的政府害的啦，没有那回事因为苦乐的受通通是空的，通通是假的，都是会改变，它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的啦，所以一直在改变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了。如果我们现在是在乐的受，我们就要多培植乐的因，快乐的因。我们现在是在苦受，我们就要了解这苦的受的种子因呢，是可以过去的，我们是可以用种种方法来让它不升起的，但不要执着那个受，执着受的话就会痛苦不堪，你永远就离不开这个感受像刚刚所说的即使要死了，这个受还牢记不忘，还一直记着某某人，你当时让我那么难过这个在台湾我曾经听过一个师父他这个讲一个笑话可是却是真的，确实是真的这个法师有一次有一个信徒来拜托他说师父这个我先生已经往生了，已经过世了麻烦你到我家来诵诵经，来超度他吧他就把他请过去了。这个师父就到这个商家去了那这个做太太的人呢，就跟师父讲：师父请先喝茶，您在这里这个休息等一下让我先来等一下呢我才请你诵经这个太太呢就跑到那个先生的棺材前面了他先念经就开始骂了：你这个死人，看你外高，过去你也怕我你过去你会打我，你会骂我，你对我有多不好，你都在欺负我，我被你这个害了一辈子，让我那么子痛苦。现在呢，你有什么本事，你就出来吧，你就站起来吧你再骂吧，你再打吧，我在这里，有没有办法？起来了，你以为你很了不起，现在是换我了，我就要骂你我就要打你
在那边念经啊，听说练了1个多小时把他一辈子的怨气啊，通通啊发泄出来。那发泄出来以后啊，一直念，念完了，他就去找这个师父，师父啊，恭请师父诵经超度。这个师父一看呢，就对这个太太讲已经不必了啦，我要回家了啦，因为你已经念经念完了，你已经把你的先生啊念到地狱去了，真的是念到地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啊，在这个诅咒，一直在骂这个先生。那个先生的神识那个时候还在肉体上面，他一定会感觉得到啊，就引起他的嗔心，那个引起他的痛苦。所以太太已经把先生啊，这个念经送到地狱去了。所以这个师父说：“我嘛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了啊，我要回家了。”请诸位啊，我们不要执着为有。如果这个做太太的他读过这个心经，就晓得啊，一切皆是空，对不对？色受想行识，一切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最好的方法。用智慧，用般若，照见，烧掉，把这五蕴都能烧掉了。这个烧掉了，人就了无挂碍，人呢就轻松自在了啊。一样的啊，色受想也是一样啊，只想啊，很多人呢想。临终的时候还在想，最有名的，如果是在台湾呢，在中国大陆啊，我们最有名的开国的国父是谁？孙中山，孙中山不是有一句话最有名吗？他怎么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台湾每一次开会都要念国父遗嘱了，那念国父遗嘱啊，他60岁就已经走了，咚，要死的时候啊，他心还不平。为什么？因为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得他还没有放下。所以孙中山他是一个伟人，但在佛教的眼光来看起来啊，他的下场也不会怎么好，因为他执着想为有，他的想啊，就是要革命，就是要把这个中国带往这个民主科学平等的一个社会。民主、自由、平等的一个社会，这个是他的理想。这个理想很好可是有没有用？其实，在临终的时候，一切都要放下一切都要这个放下这个台湾的这个蒋总统、蒋中正也是一样，他死的时候也是念念不忘，他要反攻大陆，因此他现在的身体实在是很没有智慧处理他的那个遗体、尸体现在还用一个棺木这个装起来，还放在陵寝还摆在哪里？大溪慈湖那边还用这个化学的药物这个来处理，让它不要这个腐烂掉。你看这个都没有智慧那个会让他下场很不好蒋经国也是一样。虽然他对台湾的贡献那么大，可是他的尸体现在呢也没有下葬，也没有烧掉那还摆在那里。那摆在那里就会让这个亡者就会执着那个肉体，执着那个肉体为有如果是依照宗教的角度来看这个通通是很不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因为他会执着因为看到肉体还在那边都没有坏说这个肉体就是我的这是我的他就时时刻刻就会守住那里，就变成守尸鬼，那种中阴身就守住那个尸体不肯走这个并不是很好的处理方式。处理方式是什么东西？一把火啪烧掉这骨灰呢洒向大地，洒向大海这样子回归虚空这样子最潇洒这个想你看有多少人想在临终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说我的理想没有达到，我的观念呢还没有普遍被人家接受那这个都是没有智慧，不能够放下。行就是他的一种自愿，他想要做的事情事就他的心呢还是不能清净无明是什么？就是对五蕴呢执着为有对五蕴执着为有同样的，如果是在造业方面呢，就是对在五蕴之上造业
在五蕴之上造业啊，这五蕴之上啊，来这个做啊，来这个做啊。你再借着色、受、想、行、识来造业啊，借着色来造业，身体来造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受来造业啊，就是啊，故意啊要这个刺激人家，故意要伤害人家啊。想啊，就是坚持自己的这种观念呢，想要这个别人都要顺从你的观念，那就是想，就是在色、受、想、行、识上面呢来做啊，来做啊。照见五蕴皆空，造业，造业，我们般若智慧一造，造业过去造业有所做，现在呢就变成了无所做，啊，无所做。什么叫无所做？无所做，并不是叫你不要讲话、不要做事情、不要思考，不是，而是叫你像《金刚经》所说，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你在做一切善事的时候，要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在说好话、帮助人家的时候，要无所住而生其心。要完全都是从你的佛性流露出来，从你的慈悲、你的菩提心、你的真心、清净心流露出来的，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子呢，就可以转那个造业。业可以有善业、恶业、无记业，还有清净业。清净业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然后我们说，哎，人生在世啊，难免都会造业的。那都会造业，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修行可以成就，可以证悟，可以成佛，可以解脱呢？难道他都不吃饭了吗？难道他都不讲话，都不这个走路，都不生活了吗？都不思考了吗？不是，不是，而是说他是清净，用清净的心，用清净的心，他所造的业就是清净的业，也就是没有种子的业，也就是《金刚经》所说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是无所住的啊，那个心完全是毕竟空性之中所流露出来的。那个时候就是无作。再下来，我们贪嗔痴慢疑对五蕴的相，贪嗔痴慢疑呀，啊，以后啊，贪嗔痴慢疑，我们现在用般若的智慧来关照，以后呢，啊，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以前都执着他那一种的相啊，都那一种的相，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一些的相啊，都不会带给我们快乐，只会带给我们烦恼。你贪你的色身，你就会有烦恼；你贪你的感受，嗔你的感受，贪嗔痴慢疑对你的色受想行识执着那个相，贪嗔痴慢疑五蕴的相，那就是苦的开始，苦厄的开始。因此我们现在晓得了，说这些呢都不可以这个执着贪嗔痴慢疑它，因此我们就会放下啊，放下了，我们就会到达一种所谓的无怨。我不会贪不会贪我的色相，不会贪我的感受，我的行，我的想，我的事啊，如此般若智慧，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等等，可以度一切苦厄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解脱啊，解脱有几种解脱，第一个是空解脱，第二个是无作解脱，第三个就是无愿解脱。为什么能够空解脱？为什么能够空解脱啊？为什么能够无作解脱？这个无愿解脱呢？因为三法印是什么啊？无常、苦、空、无我哈。三法印：无常、苦、无我啊。苦跟空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呢知道诸行无常啊，是诸行无常啊，然后诸法无我，诸受皆苦，皆苦啊。我们晓得诸行无常啊，诸行无常啊，以后啊，我们就晓得啊，一切皆空。所以这个是从无常的了解而来啊。我们呢晓得啊，晓得了
这个诸受皆苦，诸受皆苦，一切的感受都会带给痛苦，因此我们就可以无怨。这个就是苦的那个法印。再第三个，我们晓得诸法无我，那个我是无的，我是非真实存在的，因此我们就知道一切呢，尽管你造作什么，无所作而生其心，因此就无作是从无我这边而来的。那知道了哈，从三法印而得到，因为诸显无常，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皆空。因为诸受皆苦，因此我们不会在贪嗔痴慢里世间的烦恼东西，而达到无怨。因为诸法无我，没有一个造业者，因此我们可以达到无作的解脱，无作的解脱。好，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知道了，苦厄的原因就是建立在这个五蕴之上，对五蕴无明，在五蕴之上造业这个烦恼建立在五蕴之上，因此而产生了苦。那你想要苦的去除，就必须知道照见五蕴皆空。那要怎么样子照见五蕴皆空？诸位朋友，要怎么样子照见五蕴皆空？如果依照心经来讲的话，你要照见五蕴皆空，要怎么办？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我们昨天说过了，是哪一种般若？观照般若你不只是文字般若而已，还要观照般若这是实地的去修持，去观照，用心去观照。用心去观照，不是用你的第六意识心去想，不是，而是你用超越的，你用超越。当你的心定下来，用你的真心超越的去看这些漂浮在天空中的浮云，这些飞过天空中的这些小鸟，所有的虚空里面的一切，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就发现了照见了五蕴皆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了，度一切苦厄了好，到这里有没有指教了？有没有指教了？有没有清楚了？因为心经里面呢，就是这一句话最重要这一句话最重要，也就是说观自在它最重要。而为什么能够观到自在呢？观自在有观境的自在，还有呢什么自在自在有哪几种？观境自在、观照自在，还有作用自在他是一个已经解脱者那为什么能够解脱？用什么方法？就是用智慧，用般若来这个得到自在。那用般若它行深观照了以后呢，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那就可以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那这里头心经金刚经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空这是空空大家了解吗？空是什么意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对，空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是物理的空第二个角度是这个哲理的空第三种角度是这种心理的空物理的空物理的空意思呢就是不存在不存在的意思这个哲理的空，哲理的空就是不常依主宰就是不独立存在，不独立存在实有，不独立实有，这个就是哲理上的空哲理上的空好，这个心理上的空
啊，这是昨天所说的那四放。物理上的空，我们一般讲物理上的空比如说这个房子是空的这个房子是空的房子是有空间。我们有越大的空间呢，才会感觉越舒服。我们要住大的房子，我们要有大的花园，大的公园，大的这个社区，都要有空间，就有空间。我们根据那种动物学家的研究，这个一群的动物动物学家研究他们就发现，如果是有一群的动物，某一群的动物在某一区，比如说这个蜜蜂好了，或是蚂蚁好了，蜜蜂、蚂蚁它们各有自己的地盘，那慢慢的，它就数目增加了人口就增加数目增加，那这一群的蜜蜂、蚂蚁呢，它数目也增加，那慢慢增加，这个数目增加，两个蜜蜂族或是蚂蚁族就越来越扩张，到最后就会接触，一到接触以后就心里就不安，到最后呢就会打架，这一群的蚂蚁跟那一群的蚂蚁打架，这一群的蜜蜂跟那一群的蜜蜂打架。我们再看心理学家在老鼠的这个实验，白老鼠的实验，如果它在一个框框里面比如说一个箱子里面养一只老鼠，这些老鼠它会很悠哉，等到你把它第二只老鼠放进去这原来的老鼠就有点紧张，因为外来的入侵者已经分掉它的空间了。再拿第三只、第四只，多放几只进去了，那些白老鼠一定互相打架，因为它们的空间已经没了。我看人也是这个样子人呢，我们如果没有保持距离就开始吵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开始吵架如果说我们的空间很大，根本不会有人吵架，但因为人口太多这个接触太频繁，因此就会吵架。这个就是物理的空，因为有物理的空，我们才有可能在物理的空上面呢摆东西、生长东西，才能够维持和平否则的话就会产生这个冲突。第二种的空就是哲理的空那哲理的空是最难了解的最难了解的意思是，因为空是印度话诸位印尼的朋友你们的梵文都非常好了孙亚达你们的梵文都非常好，因为印尼话里面跟梵文就很接近，有很多字印尼话里面都有，这个都是梵文来的可见得这个佛教印度文化曾经影响印尼好几百年你们读这个佛学应该比我们台湾的朋友来得好才对。阿拉伯文，但是你们的音对，你们的那个音是一样，所以你们学起这个佛法比我们台湾好学多了因为你们基础很好。这个孙亚塔这个印度话梵文没有中文可以翻译，也没有英文可以翻译。你要翻译成英文根本翻译不出来。我们英文把它翻译成 emptiness， 这个是不怎么对的。我们中文翻译成空也不怎么对的那没有办法，因为中文里面没有这个概念，只好取道家空无的概念来翻译它。因此我们一想到空就要想到孙亚塔，一想到孙亚塔呢，就要想到印度人的想法。所谓空是指不长、不一、不足、不窄、不独立存有这个就是空。不独立存有就是从因缘所生法缘起的角度来看，没有哪一件事情可以独立存有的，你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不要以为我可以不要你们没有那回事的再伟大的人，再坚固的东西，都需要其他的人事物来配合否则
啊，否则呢不能够存在。啊，这不独立实有，不长于主宰，因为一切都在改变，一切呢都必须仰赖因缘，因缘，因缘，啊，因缘，因缘。因此人呢就要晓得感恩，就要晓得谦卑，啊，晓得恭敬别人，啊，晓得接纳一切的人事物，因为我们都是空的。我们如果妄想有，那必然痛苦不堪。外面的人对佛教最大的误解也就是空，他们以为空啊是没有，其实空不是没有。这哲理上的空啊，我们说佛陀是最伟大的人物，因为他回归原点，他回归原点，回到原点了。啊，其实他是最简单的人，回到原点，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回到原点啊？好了，所有树木。就是说这些数目就是1、2、3、4、5、6、7、8，乃至说几百万这个几条，我们来到印尼以后啊，我们都是百万富翁，啊，我们都是百万富翁啊，诸位呢，更是亿万富翁，这好几兆条的那个富翁，这个你能讲条是100万是不是？我告多啊，这个翠竹师姐我就。问他说：“你现在1个月的收入多少？”我天，我吓死了！你1个月赚的钱呢，比我赚这个几十年还要多啊！因为他一赚了就是好几百万啊，把我吓坏了哈！这些所有的数目字啊，回归原点了，什么呢？佛陀啊，就是回归到零了，也就是回归到空性。空性啊，就是零。请问零有没有意义啊？零有没有意义？一无所处啊。零啊，对我们这个世界讲得很好哈。零呢，可有可无。你看呢，零可以有，也可以无，这个就对了。为什么零是可以有可以无呢？你说这个000啊，这个没有意义。可是呢，你前面加上任何一个数字，它可以变成万有，对不对？所有的数字都是从0这边出来的。我们中国的易经说0跟1啊，有人说这个是电脑的原理，就是0跟1。那0跟10能够生长万物，如果没有0啊，不能够生长万物。大家记住这个原则。没有0的话，这个其他的数目啊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没有0，其他的数目都没有意义。那个0，你只要加上一个东西啊，那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这什么意思呢？它这个空啊，从一个角度来看，它是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却是什么都有，啊，它可以没有，也可以什么都有。所以空即一切，一切即空，啊，空，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我们说佛性是空性，那佛性是空性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拿出佛性来看，没有办法去摸那个佛性。你如果说佛性啊在哪里啊？我们在台湾就很多朋友就问了，老师，请问成佛以后，这个成佛他到哪里去？啊，心到哪里去？我们说我们有轮回的人，我们还会继续轮回了，我们死了。我们的心又去找投胎的父母亲，有缘的父母亲去投胎了。可是一个证阿罗汉的人，一个成佛人，请问他的心到哪里去？心到哪里去？阿罗汉或是成佛的心，他到哪里去？没有到哪里去。阿罗汉的心到哪里去？心在哪里？还在那边。不来不去。恁作跳啊！一段时间来了，没有阿罗汉他才不来了，不受会有，不能讲哈，因为在经典上面呢，《杂案经》上面呢，这个很多的徒弟就问这个佛，就真的问他了，说你成佛以后，你成阿罗汉，你到哪里去？到哪里去？这个佛不能讲啊，佛不能讲说到哪里去，也不能讲说没有到哪里去，因为讲到哪里去就是错的。那换一句话说，不到哪里去也是错的，那不来也不去，也可以讲来又去啊。因此呢，佛啊
就用一个最高明的方法，他一句话也不讲，他也不讲说阿罗汉的心到哪里去，成佛以后到哪里去，他只有举一个例子，这里有一盏灯，现在这盏灯呢，一直燃烧这个蜡烛完了，烧的东西完了，完了，请问那个火到哪里去？没有了。还有呢？成道汤到哪里去？成道到哪里去？应无所住，应无所到哪里去？哪里去？因缘所生。那个佛就告诉那些问这个问题的人，这样就对了，就是这样子，这样的火这么燃烧，烧，要么就是灯芯烧完了，要么就油烧光了，要么就是没有氧气了。反正烧到最后没了。我们不能讲说那个火到哪里去，也不能讲火不到哪里去。总之，它是因缘没了，所以火就没有了。等到因缘有了，它火又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呢有火柴火，咔嚓，火又出来了。那难道这个火是在火柴上面吗？不对。难道这个火是在这个空间吗？不对。难道这个火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吗？不对。难道这个火是在我的手上吗？是不是在我的手指上？不对。难道火是在我的脑子命令我的手去点那个火柴吗？是不是这样子？不对。所以火到底在哪里？火是因缘所生，记住，一切皆是因缘所生法。因此，一个阿罗汉的心，一个成佛的人的心他那个心就是等于，譬如那个火燃烧到油已经烧尽了，灯芯已经烧完了，或是氧气没了，那是意思说因缘没了，它就没了。那是什么？那就是说那个修行者的心里面的因缘，轮回的因缘已经烧完了，那就对了。像我们刚刚这菩萨所问的，我们苦的因要怎么样子来这个去除？那很简单，就是让那个因缘没了，它就没事了我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心如炽火，心如是火》这个我会很快这个出版我们的同事都把我拖了半年1年，都还没有出版。心如炽火然后我加上一个字这心如是火。第一个心如炽火心如炽火，就是我们心好像炽就是燃烧得很厉害熊熊烈火，我们心好像熊熊烈火一样我们的心贪嗔痴慢，贪嗔痴慢，哇，这个很厉害心如炽火是这个什么？是这个凡夫的境界凡夫的境界第二个是心如是火心如是火，是说是就是释放、放下、放开就是在表示一个成就者他成就者已经成就了以后，有那个大悲心，有大菩提心，他要把他的火的光明的热量释放出来救度其他的众生心如是火里面呢都是在解释我们怎么样子把贪嗔痴慢疑的烦恼之火给这个灭熄掉，怎么样子灭熄掉，同时在解释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涅槃，什么叫做寂静，什么叫做阿罗汉的那个境界。这确实很难学佛里面最难懂的一个字就是最简单的那个空，这个最难懂。我们学了几十年了还不懂得空还不懂得空那个是哲理上的空都不懂更谈不上心理上的空哲理上的空是为着帮助我们心理上的空这是哲理上的空最难了解。物理上的空很简单空出杯子，空出这个房子，这个很简单。但哲理上的空就难了，因为那空你不能讲它没有，也不能讲它有
它既是没有又是有，既是非没有亦是非有。总之呢，它就是一个原点，就是零，请记住这个零。零有的时候是空无一物，是没有的东西。零有的时候却能够生长出很大很大的力量，是不是？所有数目字，再大的数目字都少不了一个零字，都少不了一个零字啊。所以零你不能讲它没有了，在一个因缘之下，它可以有的很多，它可以有的很多，它可以无限的有，非常多的有，大的有。也就是说，空，真空可以妙有。你如果是真的空了，你就是妙有了。你没有真的空，你不能够有。什么叫妙有？哦，叫我这么有学问的人来当拖板那就是没有真空。像我这么有钱的人，还要叫我来这边向你师父跪，向这个木头偶像跪，那就是没有真空，没有真空啊！为什么我们做不了呢？为什么我们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呢？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空。等到我们心中真的空，真的空，你的功能就会有，因为你无事相，无一切相，你能够展现所有的相因为你完全零了，归于零，归于零了，你就可以让它变成无限大，可以让它变成无限大。再下来就是心理上的空，心理上的空，并不是叫我们不接受因果，并不是叫我们认为一切都不存在，所以我可以乱来，不是那个意思。心理上的空是叫我们说放下烦恼执着，放下烦恼执着放下放松，放下，放开，放空，这样子把我们心理上的负担整个卸下来，卸下来，卸下来，卸下来。那这个才是学佛的目的了。如果说学佛没有学到越来越自在、越快乐，那是绝对学错了，绝对学错了佛教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佛教的法门是让我们心理上的负担越来越减轻，越来越减轻其他的宗教不是，是抓的越来越多，这绑得越来越紧，跟这个神、跟这个上帝绑得紧紧的那这个佛教不是，是让你越来越轻松，让人放下、放下、放开这样子的放松、放松放松。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那是因为佛教它是强调智慧，强调智慧是透过这种般若去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已经包括世间的一切了。因为色蕴是代表一切的物质，一切物质具体的东西就是用色这个字来代表用色这个字来代表一切物质的东西那个色的定义就是变，受的定义呢就是领纳，想的定义就是思维，行的定义呢就是一种愿事是心事的事呢这是我们昨天所说的那个缘律缘律，事就是缘律。当然是这里就是所谓的心王缘力的作用。色就是变爱会变，会变化，世间会变化的东西，会阻碍的东西你这个墙壁会阻碍我们看到墙壁后面的东西。现在有一个声音会阻碍我们听到其他的声音，那就是变爱的意思。受的意思就是领纳，领纳我们有情众生透过眼耳鼻子身的这感官去领纳外界的色声香味触，那种是受。你把它领纳来了，你之所为有，认为它是有，因此会有不同的觉受想就是一种思维一种思维，我们人都有思维的作用。
行就是一种愿、希望、愿望啊，这行就是一种愿望啊，有一个愿望，我想要做什么事，我想要做什么事，那个愿望。事呢，就是原律的意思啊。那世间的一切啊，世间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些五蕴，都离不开这五蕴。五蕴呢，啊，那个蕴的巴利文怎么讲？梵文。蕴啊，五蕴，梵文怎么讲？五蕴的蕴，梵文怎么讲？啊，五蕴怎么讲？我们啊，班扎、堪达，这个韵呢，啊，加上 s 这复数 ，skandas， 班扎是五，班扎 skandas 啊，加上 s， 班扎 skandas 是五韵，班扎是1、2、3、4、5的五 ，skanda 呢，我们中文有2种翻译，一种是啊，对不起，是这个韵。一种是音，又翻译成这五音啊。这个五韵就是一个集合的意思，它有集合的意思哈，集合起来哈。音呢，它有遮住的意思，遮住。所以五韵，班加斯干的五韵呢，这是集合，这是五大类。你看色受想行识都不是自己独立存在单一存在的，它是有其他的因素所组合而成。你看色蕴是其他因素所组合而成啊，是因缘所生啊，受也是因缘所生啊，是不是？想是不是因缘所生？行是不是因缘所生？识是不是因缘所生？都是，因此称之为五蕴啊，五种集合的东西。啊，这个所有具体抽象的称之为五蕴集合。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阴阳这遮盖遮住，是什么意思呢？这五蕴呢，可以遮住我们的佛性，可以遮住我们的真性，遮住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本来啊是清清净净的，但是一有色受想行识以后，我们的本来面目就盖住了，就让我们看不到了。啊，那就是五蕴音的意思啊。我们中文有2种的意思啊，这五音或是五蕴。五蕴呢是指说每一个蕴都是因缘所生啊，都不是单一存在，自己能够独立存在。五音那就是说这色受想行识会遮住我们的本来面目。会遮住我们的本来面目啊！你看多好啊！你看这个心经啊，实在是佛法里面哈最精要的一部经典啊。虽然短短几个字啊，我们可以讲很多啊，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呢就将续分讲到这个地方就好了哈。无哪个讲落哈，讲几啊个月要讲不完哈，几个月都讲不完。不过希望诸位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所谓的空，就是回归到原点，一个零字。这个零呢，你不能讲它有，也不能讲它没有。它因缘和合的话就可以有，因缘不和合，它就是没有，是不是这样？零并不是没有意义，它有意义的。有的时候我0块钱我0块钱但是我只要0之前没有加上一个数目字，它就变成有了。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因缘跟其他的缘合在一起，它就有。所以我们不能讲空是没有，也不能讲它有它是什么？因缘有，可是性空。所以请记住，这是性空还有呢，性空缘起有。只要有因缘，它就有；没有这个因缘呢，它本性是空的，就是没有的这是意思这是最重要的概念好，请问朋友们有指教了没有？等，有没有指教？来，好，2种改变都有
具体现象，因为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可以改变。我们内心也是因缘所生的，因此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内心是因缘所生，我们现在的思想，我们现在的领受，我们现在的那种愿望，都是因缘所生，因此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心现在虽然妄想、妄念凡夫，但记住它是空性的，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改变的。你只要透过修行，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妄想、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妄念，它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啊！因为它本质就是空性，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可以改变的，只是变好变坏而已。变坏那是因为因缘是坏的，所以使得它坏，因为它是毕竟空性。变好那是因为因缘是好的，所以它可以变好，绝非一成不变。还有没有其他指教？怎么样超度祖先？这个呢，法师超度那当然是有其效用因为法师比我们清净，毫无疑问比我们清净。我们在家人比较乱我们在家人比较乱，法师比较清净。那第二个问题说，是不是一定要法师超度才有效？不见得。也就是说，并不是你是法师或者是在家人来决定你超度有没有效，而是说你的心有没有力量，你的心清净不清净。你的心如果不清净，即使是出家也没有多大的效。你如果心是清净，你是在家人最有效，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父亲祖父过世，自己的亲人，因为我们的感受最强，那个时候我们是真的，这个是为我的爸爸来超度的，那个力量才会强。如果说我们是替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仇人或者说素不相识人我现在有嘴无心，那就没有什么多少效那个是心最重要，那个心的力量最重要心的力量，这心呢最重要。可是因为如果是我们的亲友过世因为我们都很乱，平常的修行功夫不够在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都不晓得怎么办了。民间的话就是随便人家道士锵随便他去弄，也不晓得他在干什么，都不知道那民间的那种道士的那个，如果是在台湾那真的是劳民伤财，又浪费钱又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完全都是迷信，不晓得在搞什么把人整得很惨都没有那个意义，没有意义没有那个意义因为那些道士这个很多根本都没有修行，谈不上修行了再穿上那个衣服叫他们锵这个回家以后喝酒干什么什么事情他都来的所以没有什么多大的用。你要有效，就是自己心要很定如果是自己的亲人，你平常修行有数，平常修行就很好，功夫就很好，你就可以帮助你的亲人，因为你那时候最急切的，对，这个明明是我的人呢，我就要帮助他，你那个力量最大当然师父们因为比我们清净比较起来比我们清净多了来，还有没有其他？没了是不是？还这一贯道跟佛教有什么分别这个一贯道它是这么主张，它是五教合一所以一贯道呢实际上讲起来它不是宗教，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教主，没有自己的教义没有自己的教主，他的教主是谁不知道因为他是从这个所有的宗教这边抓一点抓的，没有自己的教义，没有自己的经典，他没有自己的经典，经典哪佛教的，哪孔子的，哪圣经的，哪可兰经的，这样子随便一抓过来我五教合一，他们强调五教合一一以贯之所以他就很乱，没有那个体系。一个人你把他拉去点眼点暗就是度了一个人，所以你的功德就一桩，
你再拉第二个人哦，你的功德又一桩。那拉3个人，拉多少个人，你就会升一个等位啊，升一个等位啊。这个升啊，升什么？升什么？升什么？这个点传师啊，升到经理啦，升到前人啊，哪里有这回事的？这是专门拉人，但是他在世间法上面呢，一贯道很好，这他们道亲之间的非常的好啊，这一点应该是我们佛教学习啊，因为我们佛教学空学的太多了，心经听的太多了。他们非常好，他们互相帮助啊，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很团结。对，没有啊，我们佛教徒也有钱呐，我们佛教徒也有钱，只是我们佛教徒的发心跟他们一贯道比不如他们，他们可以把他们是硬性规定的，每一个人你信了一贯道，一定要将你收入1/10交出来。那个是强迫性的，那我们佛教不这样的，我们佛教是讲随缘发心啊，讲随缘发心，可是他们是1/10，那1/10很可观的，所以要拼命拉到亲的意思，钱那就多啊，那钱就用不完了，你的钱就交出来，钱就交出来，对，也很好，对，很好。还有没有其他指教？对啊，这没有错。我刚刚讲世间法上它很好，但如果讲出世间法就有问题啊。那当然，证到涅槃呢，才称之为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的意思啊，阿罗汉阿罗汉的意思啊，这是阿拉也可以或者是阿拉罕也可以，阿拉罕也可以这个字的意思，一个阿就是无啊，这个阿就是无我们讲说阿字的阿弥陀佛，阿就是无，阿拉罕呢就是烦恼，所以阿罗汉的意思是没有烦恼。那没有烦恼也是没有痛苦了请问涅槃灭那个灭梵文怎么讲你读过的灭呢的杜卡尼罗达还记得吗？杜卡尼罗达杜卡尼罗达杜卡就是苦尼罗达呢就是没有的杜卡尼罗达这没有烦恼。涅槃的意思杜卡尼罗达，阿罗汉的意思我们讲说阿拉罕就是没有，阿拉罕呢就是烦恼，就是杜卡，所以阿拉罕的意思是没有烦恼的人，因此呢是正的涅槃的人才称为阿罗汉，没有正涅槃不能称阿罗汉，没有正涅槃呢我们称之为有学正的涅槃呢他就无学。我们说无学就是阿罗汉，因为他不必再学了，他应该学的东西他都学到了灭苦的方法啦，修行方法他都学到了，那就是阿罗汉来，还有其他指教吗？没有没有这个阿罗汉阿罗汉不是往生以后才看到，活着才有证阿罗汉，死了以后不能证阿罗汉不能证阿罗汉并不是因为他死才证阿罗汉。那个阿罗汉的定义就是没有烦恼。一个人他如果证到空性，照见五蕴皆空，就已经证得阿罗汉。你如果活的人呢，他没有任何的烦恼，他已经空性具足，有空性，知道这色受想行识这些都是空性，都是可以改变，我不会被他所烦恼，那就是阿罗汉了死之后不能够成为阿罗汉我们在阿罗汉的过程有初果叫做须陀洹，二果叫做斯陀含，三果叫做阿那含，四果叫做阿罗汉，这个都是在活着的时候来称呼的死不能够成为阿罗汉诸位朋友听心经有兴趣吗？有兴趣吗？
特异功能 ，OK， 特异功能跟佛法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佛法里面呢，讲这个五通，讲五通里面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会有讲到这种通的部分，神通的部分。我们佛法讲五通啊，讲五通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通就是内明或是五明也可以。其中有一个就是内明。那讲到通，佛法说你要怎么样子达到特异功能呢？很简单，你修禅定就会了。修禅定就会有特异功能。修禅定，也就是说你打坐就有特异功能。其实不难其实不难。诸位朋友，你们如果想要得神通修禅定，修到禅定之后呢，禅定到达初禅，就可以开始练神通了。我是不教神通了，但是我会教大家神通。你们只要给我这个1-2个礼拜的时间，我就可以教你们神通但是我不教为什么不教呢？因为没有用。这个神通也是不理因果神通只是会让我们执着让我们这个堕地狱而已。我们最重要是智慧才重要。神通特异功能没有用的抵不过因果抵不过因果。来，还有没有？还有。好，我看讲因果了，是所有的人类都讲因果。只要你稍微有那种记忆的能力，你只要稍微有那种推理的能力，你就会讲因果。因为这个因果是一种原理，是一种自然的原理一切事情都离不开这因果。那只不过说因果从因到果呢，有时间的落差。从因到果，我们刚刚讲一定要有一个缘字。有的有这个因，但没有这个果，因为缘已经断了。有的从因到果，有的时候是1年的时间，有的时候是2个月、3个月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印尼土壤肥沃，天气很热，所以稻子一种下去，播种那个稻子一种下去2-3个月，它就可以长成稻米出来了。所以因果你很快就看到了。但是种榴莲的话拍写我每天都在讲榴莲。种榴莲要种几年才能够生？5年是不是？好，所以5年呢，你那个榴莲的种子种下去，5年之后你才能够吃到。所以它5年的落差，5年的时间呢，那你这个种稻米的话，只有2-3个月就有了，很快很快。所以说从因到果要有缘。但从因到果除了缘之外，那个时间呢，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呢，比如说你种这种块木或是檀香木你要种几十年才能用你一个檀香木的那个树呢种下去可能要几十年才能用这是时间又长了。有的呢可能要几百年好，那我们说为什么有的人这辈子做坏事，可是却很享福；有人这辈子做好事，可是却很痛苦？为什么？那是因到果的时间落差。因到果，有的时候你这辈子做了善事，这个是因，善的因，但时间不是在这一辈子结成果，是在以后结成果。有的时候你这一辈子享受的福报，不是这一辈子做的，是上一辈子种的福报的因而来的。所以因果是只要你有思维、有记忆的能力你就会承认因果它是很科学的东西。那只不过是佛教把它讲出来而已。其实其他的宗教也都是讲因果啦。比如说信我者得永生，信我者这个是因嘛，得永生这个就是果嘛。它一定有因，你没有这个信我，怎么可能有得永生呢？它也是讲因果你科学也是讲因果所有的宗教都讲因果那是自然的定律，那是原理那是不会改变的一个自然法则功德跟福德福德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世间法的东西。所谓世间法的东西呢，就是说它不能够让你解脱生死
仍然是有为，仍然是有漏，仍然是会有烦恼啊。总之一句话呢，所谓福德就是你没有智慧的做善事，没有智慧的做善事，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用般若智慧来讲啊，你没有用空性的心去做善事，那就是福德啊。比如说，哎，我为着这个呢发财啊，我为着得到好处，我为着得到人家的赞美啊，这个都是福德，因为没有办法解脱你的生死烦恼。但功德啊，就是用空性的心，用清净的心，用无所住的心来做善事，那个就是功德。功德就可以了生死，因为你用空性，用空性，用空性啊，你没有任何的执着，那就对了啊。好，你说密教的修行方法现在时间不够了我们这个以后有时间我再介绍给你再来对好，我简单说人死后在21天之内还会记住前世的事情，因此会托梦的现象是发生在一个人死后21天之内。那为什么会托梦给某人而不托梦给其他人呢？那是因为比较执着他，跟他的缘比较深，比较挂碍因缘比较深过21天以后就不会托梦了。2年后那这个2年后的话，这个是什么东西？他还没有去投胎，他还在中阴身里面，也就是说他有很多的原因，有的可能是执着太深，有的是有一种怨气未消，还在中阴身没有去转世对。如果佛是给他的好成的主力点但是书本上写到佛还有一个母，是不是真的呢？佛还有一个母母佛母母是不是母亲的母佛还有一个佛母，是不是？如果是显教来讲，佛母是什么？就是智慧了。昨天不是讲过吗？般若这个文殊这般若的象征嘛，文殊为七世佛母，就是般若为一切诸佛之母，就是般若。我们现在念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般若，般若为一切诸佛之母，也就是说是般若使得一切的诸佛能够觉悟除开般若以外不能够这是这个意义。但是在这种密教这个西藏密教里面有这个佛母，那佛母那个是在无上瑜伽部里面才有佛母那这个又很深了这个无上瑜伽部是这个那是很高很高的一个修行法门，叫无上瑜伽。在无上瑜伽部里面才有所谓的佛母那有所谓的佛父佛母那佛父是代表代表慈悲，佛母代表空性那佛母代表空性。如果是佛父代表这个慈悲。来，还有没有其他？好像大家上课很有兴趣的样子了我还以为很枯燥无味的。善根福德因缘善根呢就是念佛信愿行，就是善根。福德呢就是世间的善事，你刚刚问的福德跟功德，所以善根是属于功德的部分，这是你要念佛生信心发愿要做福德就是做好事，比如说你做义工帮助人家这就是福德。出世间的智慧你要有，但也要有世间的这些善行。你不能讲说我只求这个智慧，我不管人间事，那你这样子会没有福德。没有福德的话就会很多的障碍，因此修行师父经常会跟我们讲说，修行你要修行之前一定要先做福德，也就是什么？你要先做义工先做什么？这个就是在
帮助自己呀、累积资粮。好像说你要到哪里旅行，一定要先有一些资粮、一些钱才能够去。那你就要先做义工，先帮助人家，这样子就你的善缘就有了。之后呢，你再来修行，那你的那个帮助就很大。你如果诸位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有很多人说啊，我只想修行，啊，不肯做福德啊。那种人呢，比如说我想要闭关，没有人肯替你护关，对不对？是不是？你想说我要做事情啊，我要读经，没有人呢可以成就你读经的机会。但你一旦做了义工，做了很多的好事情，你都是善知识，大家就这个人真好，好，我成就你啊。所以福德就是指说做世间的善事，世间的善事也是不可少的，它创造好的因缘啊。那至于那种因缘呢，那种因缘的意思是说，你在临终的时候的，有莲友在旁边，有这个善知识在旁边的帮助你，那个就是因缘。有的人虽然善根有啦，福德有啦，但因缘不具足。什么叫因缘不具足啊？比如说，你单独一个人坐飞机，飞机掉下来，啪，那个就是因缘不具足。如果你修行很好了，当然可以一心不乱。但如果一般的人的话，没有办法一心不乱，临终还念佛号。那个时候即使你平常做得很好，那个时候一下什么都完了，前功尽弃好，我看我们休息好了哈，诸位朋友，谢谢你们，阿弥陀佛。